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劳力投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就是 SuiZero 公司近期刚刚出货的这一款《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部电影当中的主角机之一，就是它幻影这一款作品也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除了之前开定的禁闭以外这是我最期待的一款毕竟 SuiZero 家出的换色实在是太多了，这一款还是比较亮眼的。咱们今天就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把两个主体就已经拿出来了。看过电影的兄弟也都知道这一款就是咱们的男主最后穿上这个禁闭的这个外部铠甲以后的一个样子，还是挺不错的。整体的这个比例相较于其他的变形金刚来说，确实矮了一点，比较小巧咱们看一下它的整体的这个高度整体高度只有21公分左右还是非常小的。虽然说比例小，但是不妨碍它的这个重量合金的这个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摸上去挺趁手。反而这一个呢是一个纯塑料小人塑料加软胶。OK，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幻影的整体表现。个人觉得 SuiZero 对于变形金刚的一些涂装机械涂装来说的话，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说外甲有很多塑料的一些配件但是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咱们先粗略的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头雕的这个表现，咱们来拉近镜头来看一下整个的面雕它有一个替换脸整个面雕的话，我觉得还原度也是非常高的，包括一些金属的一些细节面雕的左右两边一些做旧的涂装也都有还原，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也是有亮灯结构在它天灵盖这里。当然呢，SuiZero 是没有给你电池的，这个需要自己去配像我这种那么专业的测评 UP 主，当然电池是没有的不要想了，点不亮，就只能看个样子然后出厂的时候呢，这两个大灯是没有去装上去的，是单独的一个配件我是直接先装上去的我记得电影当中它应该是一个911的一个样子老款的911整体的这一个漆面表现挺不错的。然后我们再慢慢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胸部的这个位置。胸部位置虽然说摸上去很明显外甲都是一个塑料件包括腹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但是它的涂装很亮堂还不错，细节感还是挺拉满的。来，再慢慢转到背部，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有这个，我记得是有龙虾背的。来，我们来转一下它的腰，可以看到腰部的这个内部细节依然是如此的优秀SuiZero 做这个背部的一些细节都是没有什么毛病的，涂装很丰富很满。再给它折回，两段式关节，而且比较紧把玩的时候需要稍微用力那么一点点然后要提的一点呢，它头雕的背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它是有一定的可动，但是它是一个塑料件，把玩的时候要当心不要去弄断了。塑料加一个软胶的一个质感很容易弄坏把玩的时候要当心轮胎是可以去可动的，能旋转，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再看一下手臂的这个部分。手臂这里的话，我觉得包括这里避震器还有手腕处，因为是合金零件所以它对于整个的一条感官上还是非常不错的。可动的一些空间也是有一点，可以看到小手臂的这一块有一个可动，这一段这两块要当心不要去弄坏，它是没有什么可动的掰断的话得自己去粘上去。手臂上方一个球形关节这里有一个金属的质感的一个装饰品给遮挡住。手臂我们来看一下是否有联动，背部转一下它没有一个液压感的联动，
还可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下方腰腹部。腰腹部的话，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前裙甲、侧裙甲的一个可动倒是没有，都是固定死的所以不要去硬掰。再看一下背部，都是零可动固定死，只有这个屁股后面这一端2个是可以去把它往上抬一点的，没有什么问题。再看一下侧边这2个，可以去拉伸。好，再往下看，我们看一下腿部的一个细节。侧面看一下里面的这个刹车片帮机械内构完美的刻画了。轮胎一样可以去旋转。背部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弹簧结构。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这个可动没有这个联动，固定死的。再看一下脚部，脚掌也是可以有一定的旋转空间，幅度不是特别大。涂装方面很精细，可以看到侧面这一边还是做的非常不错的。后脚跟的这一个联动结构是没有的，固定死的。好，现在我们来完整的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范围。首先，头部可动360度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它本来就可以拆下来一个球形关节。脖子也是有一定的可动，可以看到左右没有什么问题，抬头幅度也很高，低头也不错头部可动没什么问题，而且脖子的这个细节也是涂得非常不错。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手臂的可动。首先它这个肩胛是可以去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往下抬了以后，咱们再把手臂往前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碰到这个头雕了。手臂抬举没什么问题。动的时候当心这个很容易掉，看我这个直接飞掉了。而且这里面也是有亮灯结构，需要去装电池。好，然后手臂我们可以往上抬一点，然后前倾是没有的，手臂往前往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不大建议去抬得特别的高装甲有一些干涉，特别是这2块。咱们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想去动的话，可以拿下来再去装上去，因为它是一个小卡扣的一个零件，是有一个活动空间的，给它装上去就行了。往后举几乎没有，因为它后面有个轮胎的一个干涉所以没有办法。手肘部分差不多能到，我再看看能不能再往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已经到极限了。咱们再来看一下大臂有没有旋转的空间有，但是非常紧，把玩的时候当心不要去捏到这个避震器很容易断，因为它没有什么联动结构，所以要非常小心。好了，再来看一下，除了这2块可以去拉伸，可以去拆下来以外，其他就没有了。拔下来了以后，里面是没有这个细节刻画的，装上去挺方便它这个卡扣方式，所以不用担心它会断只要不要太用力。然后胸腰可动的话，首先刚刚看过了，低腰前低可以到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往后我看一下，往后的话好紧这个往后完全只能用这一块去活动胸腰是没有往后拉伸的一个空间。好，再看一下腿部可动，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屈膝来看一下差不多到这里，不大。脚掌部分往前往后幅度非常小，左右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动。前脚掌可以往上抬，
关节比较紧，所以站立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只是怎么说呢？如果你需要去摆一些侧腿的一些造型的话，因为脚掌没有左右的一个可动，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一点。整体的可动效果还是可以，没有什么问题。涂装也依然是SUIZERO传统的工艺啊。我觉得对于变形金刚这个 IP 系列做的啊，也只有这一家了。其他的像那你不能说 KO 这些对吧？整体还是可以，就这么一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主体，就是咱们主角穿上了以后的这个样子。镜头拉近，咱们来看一下整体的细节啊。涂装是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确实啊，这个因为是一个塑料小人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些可讲的一个点啊。如果你很近距离看的话，毕竟是软胶件跟塑料件啊，涂装还是会有一些糊啊，但问题不大，可玩性比较高，你不用怕它会坏，对吧？头部可动相对来说比较小，没办法360度，只能到这样左右的一个位置。抬头没有，低头的话是有一点的，因为它的脖子可以往前拉伸，抬头就没有了。手臂的话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360度没毛病。手肘部分能举一个90度，大臂没有旋转空间，但是这个啊有个前倾，手臂可以前倾，可以看到啊有一定的幅度。然后看一下胸腰可动，没办法往上稍微有一点，左右幅度不是特别的大。腿部往上抬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屈膝不大啊，劈叉幅度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可以啊，可以看到侧面可以侧踢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不会掉。腿部因为有个下拉关节，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可以往下拉。脚部前后左右都有，相对来说还是可以。再看一下背部、腿部的一些细节，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合格的塑料小人啊，摆在一起组个队还是非常不错的。OK， 主体方面的话，两个主体咱们就讲到这里了。我个人觉得禁闭这一次啊，就还是在厂家的这个传统的工艺里面，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啊。还原度还是可以，可玩性也比较高啊。如果是要去组这个《超能勇士崛起》电影当中的一些机型的话啊，这一款肯定不能错过了。好了，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包装方面啊，都是什么样子。OK， 本次外包装方面的话，最外层当然依然是套的2层牛皮质运输箱啊，我提前把它打开了。包装依然是传统的 SUIZERO 的一个风格啊。我可以看一下正面，就是咱们幻影的主体啊，下方这个电影当中男主穿的他这个外部铠甲的一个样式。侧面啊，也是一个半身像。背部有2种造型啊，这一款也是我个人怎么说呢？SUIZERO今年除了禁闭以外，最期待的一款作品吧。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今年换色的实在出的太多了，也不能说今年吧，反正一直就是换色出的太多，都已经看得麻木了啊。还是这2款新品。来，我们看一下，依然是魔术贴的一个开窗方式。哎，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禁闭的2个主体啊，非常小啊。本来它这个电影当中也跟其他的一些主角机比起来的话，身材还是差了一点啊。配件方面相对来说还是挺丰富的，背后就是它的一个大地台啊。咱们来看一下里面包装，全新的一样是有一个原贴。因为它主体比较小啊，所以整体的这个包装重量的话呢，一般还行。打开了以后也是一个说明书跟售后卡，包装我们放后面。一共2层啊，首先就是主体配件，
第2层就只有一个地台啊，所以相较来说的话呢，配件还是比较少的。OK， 现在我们来进入下一个章节。OK， 配件我们当然是从说明书开始看起。首先咱们打开啊，这边呢就是整个的配件的一个说明书啊，所有的名称。好，然后到了这一页，可以看到头雕的一个电池仓，还有面雕的一个替换啊，还有就是胸部啊一个点亮的一个结构，然后2个大灯。然后到了这里，咱们来看一下一个基础的一个可动展示，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啊，要非常当心，不要去弄坏了啊。手臂也是啊，抬举的话呢，特别要注意这个地方，说明书也有提到。然后到了这一页，其他的一些手臂腿的一个可动跟注意事项啊，这里也是一个可动。然后武器的一个搭载方式，武器也有一个点亮结构。那电池的话呢，这边都有一个型号啊，按照它的型号去购买啊。亮灯的地方实际上是挺多的啊。然后到了这边也是一个可动展示，然后装甲人偶的这一个配件替换，最后到了这个地台的一个位置。OK， 就这么多。好，然后咱们来看一下配件。首先这个大家非常不陌生啊，非常大的经典时尚大地台啊，这个我就不拆了，不多做展示了，每个都一样，没什么多大区别。好，然后咱们来看一下手型方面啊，手型给的不是特别的多。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对啊，这一对造型手啊，手指虽然说是软胶件啊，但是因为比例的关系，它比较细啊，把玩的时候要当心啊，不要去弄坏了。涂装还可以啊，然后这边也是这一对。每个手背甲上都有这个污渍处理啊，涂装还可以。好，然后最后一个开掌手啊，没有配备可动手啊，是没有的，就这么一些。好，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小配件是一个小磁铁，就是你去装好电池以后，需要去用这个去点亮它，它们有一个固定的开关啊，磁吸点亮。好，然后咱们可以看到2个胸部的一个小配件啊，刚刚说明书有提到2个探照灯啊，这应该是不是探照灯吧？像是一个进气口一样的啊，不知道是什么位置，也是一个软胶件，下面还有一个球形关节去搭配它的可动一对。好，然后就是咱们的一个替换面雕啊，微张嘴。我们可以把头雕拿过来，咱们来替换一下看看，对吧？拔头雕的时候啊，大家也要注意后面这一块啊，千万不要去弄坏了啊！这个我感觉很松，这个真的很松，很危险啊。然后面雕，咱们应该是在这边吧，去给它抠开啊，慢一点，左右两边慢慢抠啊，不要硬掰。然后去把这个替换链放上去，根据它这个卡扣来拆。哎，插上去以后就这样的一个表情啊。当然我还是更喜欢原厂的，这个有点搞笑。再往里面按一点啊，还不错。好，接下来武器配件，首先呢是幻影的武器，2个塑料件啊。我们一个来看，它是有一个可动的一个地方的，我记得啊，这里可以稍微的去抬一点啊，就这个可动，然后前方可以去拿下来，去安装电池啊，是有一个点亮结构的，里面有一个分色的一个透明件啊，直接把手应该是拔下来以后去插上去的，直接更换啊，左右2个。涂装方面还可以吧啊，是2个塑料件。好，接下来小的2个替换件啊，就是男主那个装甲上的这2个是没有可动的，没办法往外掰啊。涂装稍微跟大的有一些不同，
可以看到颜色方面会有一些不同啊，细节也有一些不同啊。这个就没有点亮结构了啊，里面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涂装。好，然后最后这2个也是啊男主装甲上的武器配件，这2个要非常当心啊，很薄很脆啊，纯塑料件，不是一个软胶件。涂装还可以，但是玩的时候千万不要太用力，或者是掉在地上啊，很容易坏。头这里开模比较尖锐，把玩的时候要当心啊。还可以，所有的配件呢数量确实不是特别多啊，就这么一点，整体展示也差不多到这里。我们看一下啊，男主这一个，哈，毫无压力啊，骑在他身上，你搞点角度还可以骑在他身上的，对不对？整体感觉还可以啊。这一款的话呢，现在好像出货的不是特别多啊，但是我觉得组队的话可以一试，可玩度还是比较高的。虽然说配件方面确实比较少啊，整体效果还可以啊。如果喜欢的话，我觉得出货完了以后，大家再蹲一波价格，因为众所周知啊，SueZero出品的变形金刚系列一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价格呢永远不会保持在原价上的，都会往下走一点点啊，所以兄弟们也可以不用太着急，对吧？慢慢等一下。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SueZero出品的这一款幻影，咱们就把玩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